有人说，冬天最冷的不是室外的气温，而是女生的脚。确实是这样，很多女性一到冬天，双脚就像冰一样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方法，适合所有人。方法非常简单，只要我们每天睡觉的时候穿着袜子睡觉就行。大家不要小看穿袜子睡觉这样一个小小的习惯，只要坚持穿袜子睡觉，就是对脚部进行保暖，慢慢会让冰冷的双脚暖起来。精从足底生，肾之根就在我们的脚上，脚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，一定要好好保护它，让自己的脚热起来、暖起来，这是保护脚最直接的方法。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说，生命的衰老是先从脚底开始的，一个人衰老怕冷，也是从足底开始冷的。穿袜子睡觉就是对自己的双脚进行保暖。很多坚持穿袜子睡觉的人，让自己的双脚慢慢温暖起来，身体一些小毛病、亚健康问题在不知不觉中就没有了。相反，如果双脚一直是冰冷的，寒气从我们的双脚入侵身体，那么很多健康的问题就会慢慢出来。正所谓百病从寒起，寒从脚下生。脚底寒不单单影响的是双脚，时间长了会影响全身的健康。穿袜子睡觉最大的好处就是引火煞行，补命门之火，温煦肾阳。除了这些，还有其他一些好处：一、让双脚保暖，有助于更快入睡，提高睡眠质量；二、减少气血损耗。如果我们的双脚冰凉，会耗费身体的气血，穿着袜子就能让双脚暖起来，减少气血损耗。三、改善脚跟干裂。冬天双脚水分流失，容易脚跟干裂，双脚穿上厚厚的袜子，可改善人体足部水分流失，改善脚跟干裂。穿袜子睡觉的确好处多多，但是也有注意的地方。睡觉时穿的袜子一定要换上一对干净的袜子，不要穿白天穿过还没洗的袜子睡觉，这很不卫生。也不要穿丝袜、短袜子、紧袜子睡觉，而要选择舒适、宽松、厚度适中的袜子。有些睡觉脚发热的人，建议先把身体调理平衡后再穿袜子睡觉。小孩子是至阳之体，身体阳气足，不需要穿袜子睡觉。穿袜子睡觉虽好，但是有些人确实不习惯穿袜子睡觉的，也不要强行穿袜子。如果你不喜欢穿袜子睡觉，也想让自己的双脚暖起来，或者想保养自己的身体，那么可以在睡前泡脚。泡脚的时候加入一些料，事半功倍。我这里有两种材料，第一种是温胆汤，第二种是杞子清肝散。第一种适合舌头边缘有齿痕、舌头厚腻、肚子赘肉多、头面部爱出油、容易困乏、睡觉打鼾、嘴巴黏腻、便便不成形、经常拉肚子、失眠、睡不好的人。第二种适合长期压力大、紧张、压抑、焦虑、肝火旺、肝气不舒、情绪不好、容易发脾气、胸肋骨疼、闷闷不乐、失眠、睡不着、脖子这里、乳腺这里有结的人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身体很容易出现一种矛盾的体质，就是感觉自己是一个容易上火的人，动不动就嗓子疼、口腔溃疡，但是臀部以下又非常的怕冷，经常手脚冰凉、拉肚子、大便不成形，这就是三焦不通的典型表现了。这种矛盾的体质让我们很是烦恼，去补的话，身体就越上火；去泻，身体就越来越寒。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通法，把上、中、下三焦贯通起来，平衡寒热。第一个动作，打通上焦，旋掌垫脚，手臂向两侧打开，伸直，与地面平行，手掌向上立起来，手掌往前旋转时垫脚，往后旋转时垫脚。就这样反复做21组。在练习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手臂伸直展开，让你的胸腺充分的打开，才能够起到通上焦的作用。有的人刚开始做时会觉得手臂
酸痛、沉重，不自觉的把手臂前移或下移，这是不对的，一定要保持水平，手臂绷直。第二个动作，打通中焦，抬臂垫脚，自然站立，双臂伸直，往前甩手，两手掌在头顶相交，尽量的向后拉伸一下，再配合垫脚的动作。好，现在开始，就这样反复做21组。这个动作能够拉伸到我们身体前侧中焦这个位置，特别是我们配合呼吸，抬臂的时候吸气，放松的时候呼气，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中焦这个区域有一种绷紧感，就这样一紧一松，疏通中焦。年纪大一点的朋友，动作可以慢一点，幅度不要太大。第三个动作，打通下焦，旋臂俯身，双手手臂伸直往前抬起，与地面水平掌心相对，然后双臂往后甩，同时掌心旋转朝上。在甩手的同时，上身尽量弯腰俯身，手臂尽量往上抬，反复做21组。年纪大或腰不好的朋友，动作幅度小一些，速度慢一些。通过一次一次的俯身摆臂，大家会感觉到小腹在收紧、放松，很好的锻炼到我们小腹以及下肢的肌肉，把更多的气血引到下焦的位置。这3个动作分别锻炼了我们的上焦、中焦还有下焦。大家在练习的时候，一定要从第一个开始，一步一步的往下做。所有身体不得劲的人，可以试试道家绝活金刚坐。跪了半个月，盘活全身气血，脾胃好了，心不烦了，睡得更香。下面分享金刚坐的正确坐姿。没有练习过的朋友，可以在稍微远一点的垫子或床上坐，双膝并拢，跪在垫子上，上身挺直，腹部稍稍内收，脚跟并拢，脚背平放在垫子上，接着慢慢的坐在脚后跟上，不要直接将全身重量压在脚后跟上，想象在身体里从尾骨到头顶有根线连着，并且这根线要轻轻向上提，这样才能减轻腿部的压力，防止腿部发麻。然后双手自然的放在大腿上，饭后10分钟练习金刚坐是最好的。每天练习10到20分钟即可。一开始练习时，可能腿部会微微发麻，感觉发麻时，把腿伸直，按摩一下，接着再练习。一般情况下，人体的气血不易一下子引到脚底，跪坐还能刺激到小腿胃经，使血液充盈到足三里穴。中医常说肚腹3里流，说的就是足三里穴对调理脾胃有着强大的作用。当你感到脾胃差、容易胃胀气、消化不良时，不妨练习一下金刚坐。金刚坐的好处真的非常多。当你心烦意乱、思虑太多时，练习金刚坐可以让你平静下来。劳累了一天，睡前做做金刚坐，可以快速缓解身体疲劳，更好的进入梦乡。练完金刚坐，不要急着起身，可以接着练跪坐俯身，保持着跪坐，两手上前伸直，上半身缓缓往前俯趴下来，额头贴在垫子上，上身尽量前伸下压，保持这个姿势
10秒，然后缓慢恢复坐姿，再反复俯身10次。正所谓筋长1寸，延寿10年。做跪坐俯身的动作，能拉伸到两肋和后背的筋骨，有助于肝气生发，缓解身体疲劳。所以，当你心情烦躁，控制不住情绪，老想发火时，多做一下这个动作，疏肝理气，舒缓情绪，改善心情。好，这么好的做工，我们最好每天练习一下，给身体回血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生活中常听一些人说，最近老是心火旺，睡不着觉，晚上翻来覆去，心里很烦躁，就是睡不着。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心火旺的表现。心火大，除了入睡困难之外，还经常伴有口干舌燥、五心烦热、舌尖发红、额头长痘、口舌生疮、心悸失眠等等。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清心降火的穴位。第一个穴位少府穴，少府穴是手少阴心经的营穴，具有清心泻热、调心凝神的作用。少府穴的位置我们可以这样讲：手握拳，小指指尖所指的地方就是少府穴所在的位置，就在这里。找到穴位，我们可以用拇指插按的方法按揉，一按一松为1次，每次插按5分钟。第二个穴位劳宫穴，劳宫穴也是心包经的营穴。营穴有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清热泻火。劳宫穴具有清心热、泻肝火的作用，也是平时急救要穴之一。劳宫穴就在我们的掌心之中，当我们握拳、屈指、中指所指的位置，就是劳宫穴。找到劳宫穴，我们也是用大拇指点揉，轻轻压住，做旋转点揉，每次点揉5分钟，左右劳宫穴都要点揉。好，如果晚上因为心火大而睡不着觉的人，可以按揉以上的2个穴位，清心降火，让你晚上睡个好觉，一觉睡到大天亮，远离失眠的烦恼。好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钟老师。很多人由于爱吃辛辣、长期熬夜、受寒等等的原因，早上起床的时候，嗓子里好像有东西一样，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，还伴有痒或者痛的感觉，非常不舒服。如果你有以上的表现，你可以常点揉以下3个穴位，帮助喉咙清热利咽，让你的喉咙舒服一整冬。第一个穴位是照海穴，照海穴属于肾经之穴，又是8脉交汇穴之一，具有滋阴清热、利咽的作用。常点揉照海穴，能激发肾经精气，引水液上行，滋润喉咙，虚火得到肾水的滋润就会下去，喉咙疼痛自然就会慢慢的消退了。照海穴位于人体的足内侧，内踝尖下方凹陷，就在这里。找到穴位，用拇指稍稍用力点揉，每次左右穴点揉3分钟。第二个是列缺穴，列缺穴是肺经的络穴，也是8脉交汇穴之一，具有疏通经络、宣泄肺热的作用。常点按列缺穴，对于由肺热引起的咽干喉痛作用效果明显。列缺穴在手上，我们可以这样讲：2手虎口交叉，食指所指的位置就是列缺穴所在的位置，就在这里。找到位置，用拇指指腹点按，
每次点按3分钟，左右穴都要点。第3个穴位是笑商穴，笑商穴是咽喉肿痛的特效穴，是肺经的井穴，具有解表、清热、通利咽喉的作用，善于清肺火、驱肺邪。笑商穴这样讲：笑商穴在拇指末节摇侧，距指甲角0.1寸，靠外面一侧，就在这里。找到穴位，用拇指指甲掐按，一压一松为一次，每次左右笑商穴掐按3分钟。好，以上就是3个保养咽喉的常用穴位。大家平时如果觉得咽喉不舒服，可以常点揉一下，让喉咙舒服一点。好，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早操胆经，身体好；晚推肝经，睡眠好。现在春天了，不管男女，都要来疏通身上的这肝胆经。疏通的顺序很重要，大家千万不要把顺序搞反了。早上起来，先疏通胆经。我教大家用经络拍来疏通。我们从臀部的至边穴往膝盖方向拍打，就这样来来回回的拍打，每次拍打5分钟，最好能操到自己感受到这条路线上有微微发热的感觉，左右都要操打。这个拍子拍起来很舒服，很有弹性。操完一边再操另外一边，我们边敲打边感受，在胆经的路线上可能会有一些非常疼痛的地方，或者有颗粒感，这是经络堵塞严重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去疏通它，侧重多拍几下。拍打的时间最好是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早上7、8点的时候拍打。操胆经有很多神奇之处，比如你坚持操，可能身体很多不明原因的问题，慢慢就没有了。另外，胆经是一条帮助生发的经络，春天主生发，我们身体的阳气在春天生发起来，所以春天一定要多疏通胆经，帮助身体阳气生发。另外，春天我们要养肝，疏通胆经对肝的作用也是非常好的，因为肝和胆是相交的。春天新的一年开始，身上长了很多肉肉的，也要多疏通胆经，帮助消除身体的脂肪。操完胆经，大家记住，晚上还要疏通肝经，最好是晚上睡前1到2小时的时候进行。肝经的路线刚好和胆经是相反的，一个在外，一个在内。肝经在大腿内侧偏中间的位置，我们可以用掌根来推，从腹股沟往膝盖方向推。两腿的肝经都要推5到10分钟。我建议大家还是用拍子来拍更舒服。这个拍子采用的是优质的棉花手工做成的，如果是普通的棉花做出来的手感很差。我们采用的是优质的棉花，就是做棉签的那种棉花，做出来的手感很好，再加上超记忆钢丝的结构，非常有弹性，拍把是很舒服的。坚持疏通肝经，第一是直接作用于肝，第二是对改善失眠非常有帮助。春天了，新的一年大家坚持疏通，可能一些小问题慢慢就没有了。女子以肝为先天，一定要多做这2个动作。平时容易生气、发脾气的人，做这2个动作也很合适。熬夜的人也应该坚持多疏通疏通。春天是适合养肝的季节，生活中有2大行为是最伤肝的：一、久视，比如长期看书、长期刷手机等等，
都是久视的行为，对肝的伤害很大。第二就是熬夜，建议大家春天这段时间都早点睡，晚上9到11点这段时间段就要睡觉了。春天除了多疏通肝胆经，建议大家也要多注意以上2点。揉腹很养生，但是你知道比揉腹更好的一个动作吗？没错，它就是拍胸。坚持拍胸能去掉体内浊气，让心胸得到保养，男女都合适。下面我教大家做拍胸，可以划分为3个区域：上、中、下3个。上是指2个锁骨上面云门中府区域，中部是与膻中平衡的这个区域，下部就是剑突，这里是剑突，与剑突平衡的这个区域。我们站着或者坐着来拍，做的时候要保持身体腰背部挺直，用空心掌来拍打。好，我现在先拍上部，先拍左侧，我们心里默数49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默数完49下之后呢，我们再画右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默数完49下。就是拍完上面了，我们现在拍打中部，就是膻中这个区域。首先，我们先疏通膻中穴，我们不需要刻意找膻中穴这个穴位，我们找到这个区域就可以，也就是2乳头连线的中点，这里就是这个膻中穴的区域。我们用大鱼际来敲打，双手合十，对准膻中穴所在的区域，力度适中，开始敲打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然后我侧面向大家展示这个动作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心里默数49下之后，我们再拍打两侧，就是以膻中穴为起点，向两侧拍打，拍打1分钟。好，然后我们疏通下部，下部就是与剑突平衡的这个区域，这里是剑突，我们先疏通剑突，空心掌轻拍剑突49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心里默数49下之后，我们再拍打两侧，从剑突为起点，拍打到侧肋，拍打1分钟。我从侧面向大家演示一遍，一定要拍打到侧肋。好，拍打完1分钟，就是一组完整的动作了。我们做的时候，背部要挺直，身体要自然放松，自然呼吸，同时嘴巴微微的张开，从嘴巴当中呼气，注意不要憋气。拍打的力度自己掌握好，年轻体壮结实的可以稍稍用力，拍的时候要感觉到有微微的震动感，以自己感觉到舒服就行。年老体弱的力度要轻柔，不要用力过度，尤其是不要用蛮力。最好是早上有太阳的时候拍打最好，或者下午太阳刚刚下山的时候拍。每次一般拍打的时间控制在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年轻体力好的可以适当多拍一会，体弱年老的可以先从几分钟开始，再慢慢延长时间。早上拍胸可以提神醒脑，晚上拍胸可以安神助眠。好，下面我完整的再给大家示范一次。第一步，拍打上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
9、10，心里默数49下，换右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心里默数49下之后，好，进入第二步，疏通膻中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心里默数49下，要我们拍打两侧，以膻中穴为起点，向两侧拍打，1分钟。好，现在我们到第3步，剑突，轻拍剑突49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心里默数49下，然后以剑突为起点，向两侧拍打，一定要拍打到侧肋，拍打1分钟。好，这个就是完整的动作，要大家再重复做过3、5遍就可以了。拍胸这个动作确实是很好，拍一次就顶20个穴位了。我们的胸部这里中间是任脉，两侧有肝经、胆经、肾经和胃经通过，其中覆盖了20多个人体重要的穴位，比如中府、云门、膻中。下面的奇门、章门等等，这些穴位与心肺、脾胃、肝肾等脏腑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这样拍胸就能一次性疏通这些穴位，调节身体气血，平衡身体，增强脏腑的功能，疏通经络，防止瘀滞与堵塞。有些朋友问，疏通了前胸，后背要不要疏通？把后背也一起疏通了，会不会更好？可以的，但是背部很多人疏通起来没那么方便，需要家里人帮忙，或者需要辅助的工具来帮忙。我们研发了这款经络拍，这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它很有弹性，拍打起来很舒服，不会痛。好，现在我向大家演示拍打背部。我们自然站立，双膝微微的弯曲。呼吸自然，然后手持2个经络拍，对准后背，也就是肺腧穴的区域，大概就是在这里。好，然后我们均匀的拍打整个背部。好，现在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们可以在心里默数100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。拍打的时候，力度要以自己感觉到舒服为宜，不要用蛮力，要充分利用经络拍的弹性，把力量渗透进骨肉之中，也不要力度过大，就是以自己感觉到舒服即可。坚持这样疏通后，很多人感觉整个呼吸都变得很舒畅。有些平时运动少的，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的，或者爬2层楼梯都上不去的，有空的时候多拍拍，呼吸顺畅了，供血足了，人也会变得有力气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俗话说，脾胃好，命就好。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，养生当先养脾胃。脾胃好，则气血足；气血足，则精气旺。平时的日常生活中，健脾养胃，我们可以从以下2个方面入手。第一个，拍打脾经，来疏通脾经。我们需要疏通整条腿的脾经，脾经的走向在我们腿的内侧，我们就沿着脚内侧一直往下拍打，拍打到大腿根部就可以了，左右都要拍，拿着一个工具，力度适中的往上拍打。好，这个就为1次。就这样一直拍到大腿根部，左右的脾经一般拍打5到10分钟，最好能拍打到大腿内侧有微微的发热感。拍打的过程中，如果感觉到有疼痛敏感点，
那就停下来点揉一下，揉到没有那么疼痛就好。因为疼痛点就是脾经的淤堵点，只有疏通了淤堵的点，脾经才能畅通无阻。第二个，敲打胃经来疏通胃经。我们从大腿的正面一直往下拍打到脚的脚背，这个就是胃经的那个走向。我们从大腿根部开始，一直往下拍打，力度适中。好，这样就为一次。左右的胃经段各拍打5到10分钟，最好能敲打到胃经段有微微发热的感觉。敲打的时候，如果感觉到哪里有比较痛的点，那就停下来按揉一下，按揉到疼痛点没那么痛就行。因为这个疼痛点就是胃经上的淤堵点，只要我们揉开了，胃经自然顺畅了。好，以上就是通过经络疏通法来健脾养胃。只要脾胃好了，我们吃进去所有的食物才能被更好的消化吸收，运输到全身各处，以滋养我们的身体。正可谓脾胃是健康之本，生命之本，大家一定要好好养护我们的脾胃。好，本次关于健脾养胃的视频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